贺主任很快知道了米卡和岩山还有一位病人被困在电梯，邵雨涵正好路过得知了情况，他赶紧指挥在场的护士去准备各种手术器材和找人接应，电梯还要修半个小时。贺主任赶紧让两人确认病人的情况，两人紧急查看后发现病人的身体状态有些差，两人汇报了情况，又通过视频电话给邵雨涵看了病人的样子。邵雨涵看过情况后说一会儿会把电梯门开一条缝，把手术器材递进去，让他们两人就在电梯里为病人手术。但岩山却很紧张，毕竟他们没有资历嘛，而且手术条件又这么差，他很害怕出了问题要担责任，便一直不敢下手为病人做穿刺。米卡见状只能拿过手术器材，自己为病人做了穿刺。好在米卡及时为病人进行了治疗，然后病人的情况稳定了下来，电梯修好后就被带去做后续治疗了。仁心医院很快要开会宣布米卡这批医生会分到哪个科室。邵雨涵看了名单，不出众人所料，岩山被分到了神经外科。邵雨涵向贺主任提出再加一个人，并说自己会亲自向张院长解释，邵雨涵要加的人正是米卡。邵雨涵刚走，邢克磊就来了，他和贺主任打了招呼，说自己来找米卡。原来邢克磊特意给米卡买了新的背心还给他，又约米卡中午一起吃饭。邢克磊没能等到米卡，就被队里的电话叫回去执行任务了。米卡和岩山给同事们买了咖啡，陈涛随手拿过邢克磊送给米卡的礼物袋，发现竟然是一件老头衫，众人顿时八卦起来。米卡摆脱了几人，便打电话给邢克磊，但邢克磊正在执行任务，没有接到电话。而米卡路过病房时看到了小满，得知小满的签证已经下来了，米卡十分为小满高兴，叮嘱小满到国外后好好开始治疗，并告诉小满自己已经到了神经外科，以后就跟着邵雨涵了。邢克磊和同事一路追踪着犯罪嫌疑人到一个废弃厂房，并在厂房里和罪犯展开了枪战。在枪战过程中，邢克磊的队友小超不幸被罪犯击中倒下，邢克磊和舒文波赶紧击倒剩下的罪犯，将小超和嫌犯送到了仁心医院，病人情况紧急，医院通知了神经外科进行会诊。邵雨涵看了两人的情况，两人的情况都很危机，很有可能需要同时开2台手术，但医院人手不够，没有第二个可以主刀的医生。邵雨涵犹豫了一下，决定先给嫌犯做手术，因为嫌犯的手术指征更明显。李念见邵雨涵要先给嫌犯做手术，一时冲动地指责起邵雨涵，邵雨涵却说自己是医生，不是法官，他只负责治病救人。没过多久，小超的指征也明显了，邵雨涵最后决定同时开2台手术，但岩山却不理解邵雨涵的做法，担心出了事情医院要负责。但米卡却说生命大于制度，这话被邵雨涵听到了。邵雨涵对米卡所说的话十分满意，手术很快开始了。就当米卡以为手术要顺利结束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小超这边的手术进行顺利，嫌犯那边的手术却出了意外，出血量突然变大。邵雨涵便让米卡他们接手，自己去嫌犯那台手术查看情况。邵雨涵开始为嫌犯进行手术，而米卡这边发现了小超颅内有动脉血管瘤，但邵雨涵现在没法过去，只能让他们先把小超的血压止住，不让动脉血管瘤破裂。在邵雨涵的指挥下，2台手术都很成功。他出了手术室，将小超颅内有肿瘤的事情告诉了邢克磊他们，并说要在术后观察一下，才能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。然后邢克磊也为之前他们态度不好的事情向邵雨涵道了歉，邵雨涵表示理解并没有责怪他们。米卡下班后看到了自己储物柜里的结业证书，心里有些高兴。他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时，看到了邢克磊还坐在外面，看着邢克磊难过的样子，米卡便提议一起去吃个饭。邢克磊说刚刚邵雨涵做出先救嫌犯的决定时，自己心里也很愤怒，但他却没有办法。米卡却说作为医生，他们也没得选。医生有希波克拉底誓言，即使是在正义和仁慈面前，他们也不能直接的、主动的、有意识的杀死一个病人。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，作为医生要始终如一对尊重生命。而邢克磊作为警察，
他维护了法律的尊严，他也做到了。邢克磊甚至希望今天受伤重担的是自己。米卡安慰他说，小超心里想的肯定也和邢克磊一样，小超也不会希望倒下的是队友。米卡又说起自己当医生后的辛酸，说他实习第1年的时候碰上高速车祸，一家3口都没有救回来，他当时就觉得十分无力，十分愧疚，但他还是要继续做医生，只有继续做医生才能救更多的人，而邢克磊也一样，只有继续下去才能守护更多的人。有了米卡的安慰吧，邢克磊的情绪好了很多。第2天，仁心医院的管理层开会讨论对邵雨涵的处理结果，他们觉得邵雨涵的做法太过冒险激进，不顾医院的规章制度，会让神经外科的前途堪忧。米卡举手发言，为邵雨涵说话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说作为医生不能只遵守规章制度，而邵雨涵昨天能同时开2台手术，也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。张院长很认同米卡的话，没有再责怪邵雨涵，还表扬了他，这下神经外科在医院里都出了名。小满即将要去国外治疗，邵雨涵和米卡一起在医院门口送别小满，米卡一时情绪激动，忍不住哭了出来，回去时眼泪还没擦干，就跟在邵雨涵身后走着，结果却被医院的人误以为邵雨涵脾气暴躁，把米卡给骂哭了。阮青夏发现了邢克磊送给米卡的老头衫，忍不住八卦起2人的关系。米卡让阮青夏不要再八卦，自己就把舒文波的动态告诉他。阮青夏赶紧闭嘴，米卡便说舒文波和邢克磊他们最近在医院轮流照顾小超，然后阮青夏第2天便去了医院找舒文波，并约他一起吃饭。舒文波本来不愿意，但邢克磊却让舒文波把阮青夏送回去。出了医院后呢，阮青夏便一直缠着舒文波，要跟着舒文波回警队。邢克磊和米卡留在病房照顾小超，小超却突然头疼，米卡便让邢克磊赶紧去借轮椅去给小超做 CT。 到了 CT 室，2人却和其他病人家属起了冲突。邢克磊急着送小超检查，见病人家属开始动手，便将那人摔在地上。围观群众把邢克磊打人的样子拍了下来，传到网上，网上的舆论都开始责怪米卡和邢克磊。米卡受到了处罚，被调到了急诊科，而邢克磊也被批评了，好队让他最近不要再去医院，他会派别的同事去照顾小超。米卡调到急诊的第1天，就遇上了候诊的病人突发心梗，失去了心跳。陈涛为病人恢复心跳后，病人突然开始抽搐起来。周医生让陈涛和米卡等人按住病人，自己去叫魏主任来看看。魏主任简单询问了病情，又问米卡该怎么做。米卡做出了错误的判断，被魏主任训了一顿。米卡有些沮丧。病人的病情稳定后，陈涛带着米卡在急诊科转了一圈，带他和周哲师兄、护士冯曼曼以及陈小燕打了招呼。米卡休息的时候想告诉邢克磊自己调到了急诊外科，但犹豫了一番，还是没有把消息发出去。邵雨涵虽然没有把米卡留在神经外科，但他还是很关心米卡的情况，特意约了魏主任出来询问米卡的情况，并希望米卡能够在急诊外科好好锻炼，尽快成长起来。第2天，急诊外科的早会上，魏主任特意点了米卡几句，让米卡先跟着周哲。米卡表示自己会好好在急诊外科好好学习。邢克磊这几天虽然没来医院，但很贴心的往神经外科送了几天早餐，本来是想给米卡送的，但他不知道米卡已经被调走了。这几天的早餐，神经外科的同事们还以为是米卡请客的。邢克磊来医院看小超时才知道此事，他有些替米卡打抱不平啊，便去找邵雨涵解释。米卡知道邢克磊去找邵雨涵以后，赶紧去了邵雨涵办公室，并阻止了邢克磊替自己讲话，并告诉邵雨涵自己会在急诊科好好表现的。邢克磊见米卡不开心了，赶紧追了出去。米卡又说邢克磊已经不是自己的教官了，自己的事情邢克磊也不用管了，还说他们2人碰在一起总没有好事。米卡和邢克磊说了少联系，自己心里却还是不好受，晚上也没有打车回家，而是选择了骑车。邢克磊也一直没走，在医院门口等着米卡下班，还假装和米卡偶遇，要送米卡回家。米卡上了邢克磊的车，2人没聊几句，米卡就累得在副驾驶睡着了。不一会儿，邢克磊到了米卡小区门口，他没有叫醒米卡，
等米卡自己睡醒后，才和米卡道了别，并看着米卡到家开灯以后，才放心的离开。米卡到神经外科取报告，并让严山签字，才发现同事们都以为每天的早餐是自己请的。米卡叫住外卖小哥给订早餐的人打了电话，才知道是邢克磊订的早餐。邢克磊借口是他们警队为了感谢他们照顾小超才订的早餐，在得知米卡没有吃过他订的早餐后，邢克磊十分失落。严山为了讨好邵雨涵，给邵雨涵带了便当，并拜托邵雨涵看看自己的论文，但论文中的病例，严山并没有真正接触过。邵雨涵便批评了严山不切实际，也没有接受严山的便当，然后严山心里很不好受。急诊科突然收到一位呕吐的老年痴呆病人，米卡经过简单诊断，怀疑这位病人脑部受伤，又叫了魏主任来查看。魏主任让人赶紧给病人做检查，又通知神经外科来会诊。这次因为米卡的细心，正确的诊断了老人的病情，然后老人病好后，老人家属特意送来了水果感谢米卡。魏主任也破天荒的表扬了米卡，并在下班后找米卡聊天。魏主任问米卡有没有想过邵雨涵为什么要把他调来急诊，还说在急诊工作就像打仗一样，还问他觉得他能在急诊待多久。米卡表示他一定能在急诊待下去。魏主任十分满意米卡的态度，并让他好好努力，说邵雨涵做事肯定有他的道理。魏主任刚走，米卡就碰到了邵雨涵。刚刚魏主任的一番话让他知道邵雨涵对自己的期待，他便邀请邵雨涵一起吃饭。邵雨涵正好有空，便答应了。这一幕被严山看到，严山见米卡和邵雨涵关系好，心里有些不痛快。米卡带着邵雨涵去了街边小店，又点了一份生脑花，向邵雨涵请教胶质瘤手术方面的问题。问完问题才开始吃饭。晚饭后，邵雨涵开车送米卡回家，邢克磊正在米卡家附近吃烧烤，就是为了等米卡回家能和他见一面。舒文波的妈妈来找舒文波，舒文波在火车站没有接到母亲，过了一会儿却收到阮青夏的消息，阮青夏接走了树母，还带着树母去购物中心买了衣服，打扮了一番。舒文波到商场找到阮青夏，把她拉到一边，不想让她再管自己的事情，但阮青夏却不听，加上树母十分喜爱阮青夏，舒文波也无可奈何。树母看出阮青夏对舒文波的心思，趁阮青夏去停车时点了舒文波几句，让舒文波好好把握。舒文波却说自己不喜欢阮青夏身上那股咋咋呼呼的劲。仁心医院急诊科收到一位误喝敌敌畏的患者木木，木木还从楼梯上摔了下来，魏主任赶紧让人准备手术室，对木木进行抢救。木木虽然已经醒了，但因为中毒太深，还需要后续治疗，并需要持续注射阿托品药物，但阿托品的剂量太小，急诊科召集了所有人手掰玻璃瓶，但剂量还是不够。正好邢克磊来接小超出院，离开前来和米卡打招呼，得知米卡的情况，便主动帮忙联系同事一起为仁心医院送药。在众人的努力下，木木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，脱离了危险，整个急诊室的人都欢呼起来。米卡看到邢克磊，激动地抱住了他，还高兴地说谢谢警察叔叔。急诊室的众人也向邢克磊鞠躬，跟着说谢谢警察叔叔。忙完后，邢克磊又送了米卡回家。邢克磊的姐姐邢克瑶突然回国，并要邢克磊来机场接自己。邢克磊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去机场接了姐姐。邢克瑶说自己这次回来是公事，公司有个新产品要在国内发布，他回来盯一下。晚上，邢克瑶去参加了一个宴会，然后宴会结束后却和邵雨涵偶遇了。两人曾经是情侣，开的还是一模一样的车，两人有些尴尬的寒暄了两句就离开了。木木虽然脱离了危险，但木木的后续治疗还需要一大笔费用。木木父亲借遍了钱也凑不齐钱，米卡正好看到了这个木木父亲的难处，犹豫之下把自己的钱借给了木木父亲。这样一来，米卡就没钱交房租了，他只能先到医院的值班室凑合几天，顺便再找找房子。阮青夏来警队找舒文波，没找到舒文波，却碰上了邢克磊。然后阮青夏说起舒文波好几天没理自己，又说了米卡搬家的事情。邢克磊得知米卡搬家的事情，有些意外，赶紧询问阮青夏发生了什么。
阮青夏便把米卡把钱借给患者家属的事情告诉了邢克磊，还说米卡不愿意向别人借钱，现在要帮米卡，就是要帮米卡租到合适的房子。说完，阮青夏便想走，并让邢克磊转告舒文波，上次的事情是他做错了，下次不会了。邢克磊答应了，还说要是不行就换个人。阮青夏却说自己认定这块木头了。陈涛见米卡还没租到房子，便说自己朋友有套房子正好要出租，便带着米卡去看房了。米卡对房子十分满意，而且价格也合适，只是陈涛说房东只租楼上一间卧室，书房不能打开，套房子的卫生也需要米卡来做。米卡爽快地答应了，但他却有些疑惑，问陈涛需不需要和房东见一面签个合同。陈涛忙说不用，米卡只要把每个月的房租转给自己，自己再转给房东就可以了。邢克尧和邵雨涵约着见了一面，他将公司的新产品线资料给邵雨涵看了看，是关于神外术前规划系统的，可以帮助医生选择最佳的手术工具和最优的手术入路，还可以模拟手术。他这次回来就是想找一批有分量的神经外科医生率先使用这个系统，希望邵雨涵能够了解一下。邵雨涵答应了，但不敢保证最后会使用他们的产品。邢克尧表示理解，说邵雨涵公事公办就好，毕竟他对他们公司的产品有信心啊。聊完公事，两人都有些尴尬，邵雨涵又说自己有事就先走了。严山又给邵雨涵做了饼干送去。早上的巡查结束后，邵雨涵把严山叫到了办公室，询问他昨天写病历花了多少时间，有没有安排时间复习考核，又问严山花了多少时间做这盒饼干。邵雨涵又叫了路过的贾丽医生，让他把饼干拿去分给同事。邵雨涵又让严山把心思花在该花的地方，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。严山十分失落，但也只好表示自己会好好努力的。米卡不知道的是，自己的房东就是邢克磊。邢克磊一直通过陈涛了解着米卡的情况，米卡一缺需要什么，邢克磊就立马给米卡补上，这让米卡十分不安，甚至觉得自己遇到了变态啊。他赶紧打电话给阮青夏说了这事，阮青夏也觉得有些不对，还怀疑房东一直在偷窥米卡。两人有些害怕，然后阮青夏又怀疑是陈涛喜欢米卡，是他做这些事情来追求米卡。米卡却有些不相信，打算第二天和陈涛说一说这件事。第二天早上，陈涛又给米卡送了早餐。米卡回想起阮青夏的话，便问陈涛是不是对自己有想法，还说自己最近几年都不会谈恋爱。陈涛便将米卡的话告诉了邢克磊，邢克磊有些无奈。通过一天的观察，米卡觉得陈涛应该不喜欢自己，但他还是觉得房子有问题，希望阮青夏能来这里陪自己住几天。但阮青夏却觉得这是一个找舒文波的好时机，便说自己这里可能有个大案子，叫来了舒文波。舒文波有些担心，赶去了米卡家里。他一听阮青夏说米卡的房东是个变态，就有些奇怪，告诉两人这是邢克磊的房子。米卡假装家里停电，给陈涛发了消息，陈涛便告诉了邢克磊。邢克磊赶去修电表，被米卡抓了个正着，但邢克磊早有准备，和陈涛串通好了，就算被发现了也要咬死不认，只说自己房子空着，正好租了出去，自己也不知道是租给了米卡。米卡对邢克磊的话将信将疑，阮青夏觉得邢克磊肯定是喜欢米卡，米卡却不想自作多情。邵雨涵最近有一台手术要做，米卡知道后便想去观摩邵雨涵做手术，邵雨涵答应了。严山知道后有些不满，觉得米卡已经不在神经外科了，来观摩手术不合适。邵雨涵却说医生不分你我，想要看他手术都可以来，并说米卡只是临时在急诊工作，不是不回神经外科。